崩溃了，我不敢相信，我说我妈妈平时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我说没就没了。大妈骑车路边摔倒，结果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。事后家属认为周边商户有连带责任，于是将他们告上法庭，索赔50万元。那么最终法院会如何审理此事呢？据了解，事发当天，一位大妈骑着自行车穿梭于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附近，不料天公不作美，刚下过雨的路面湿滑异常，大妈不慎摔入了一个水坑之中，随后便失去了意识。这一幕被周围的群众目睹，他们迅速报警，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没想到大妈竟不治身亡，这让家属悲痛的同时倍感不解。母亲只是摔了一跤，怎么可能因此离世呢？他们认为这其中一定是有蹊跷，于是来到现场进行勘查。而现场群众对于大妈的死因众说纷纭，有的认为是突发心脏病所致，有的则猜测可能是遭遇了电击。而随着警方的介入，此事则迎来了转折。在走访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。目击证人在现场也有表述说，这个死者当时去扶他的时候，也有被电触到的这个现象。在大妈摔倒后，有一位好心阿姨上前搀扶，但在接触大妈的过程中，阿姨感受到了触电的感觉。这一细节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，他们立即联系供电局工作人员前来检测，结果却不出所料，因为在大妈倒地的地方有一根金属杆带有电流，而金属杆附近恰好有积水现象。警方推测，大妈在摔进水坑时，可能因接触到带电的金属杆而触电身亡。而经过供电局深入调查，发现事情不出所料，在一处铁皮棚的上方，一根电线的接头竟然裸露在外，而且与铁皮棚产生了接触，最终触及了支撑它的金属杆。而引发事故的铁皮棚属于用户黄先生所有。当黄先生得知供电局试图将责任推卸到自己身上时，他的愤怒如同火山般瞬间爆发。这么轻易就断定是我的那里漏电出来电死他的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。打个比方，那里要是只有我一家人在那里啊，没有那么多铁棚，只有我那么一个，或者只有我那么一条线，别的地方没有，那我无话可说。据黄先生所述，铁皮棚上方的线路复杂，怎么就证明那根电线就是他们家用的呢？难道供电局工作人员平时下乡检查都是白检查的吗？眼看着双方争执不下，大妈家属逐渐失去耐心，干脆将供电局和黄先生一并告上法庭，并提出52万元的赔偿。那么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？对此，供电局事先表态，像电表的这些线路确实是由供电局负责管理维护，但从电表到用户家的这段电线属于表后线，其产权归用户所有，所以出了意外后也应当由用户本人承担。就本案来说，是供电局是没有过错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漏电点呢是在用户的，那么这个责任当然呢是这个用户的。而经过法官现场认定，确认裸露的电线是在黄先生家的电表上，所以便判定这场事故应当由黄先生承担。但同时，家属所要的赔偿也并不合理，于是认定黄先生赔偿家属32万元。对此，黄先生直呼冤枉。黄先生认为自己始终没动过这根电线，而且谁会待着没事爬到房顶上去查看电线？这些工作都应该是供电局去检查维护，是他们平时没查出问题，所以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。我家在这里，我的电表在100米开外，叫我怎么去看守？在我们脑海里，每家都是说，在我们屋外的电线关我们屁事啊！像我这件案子一发生，我们邻居啊、亲戚啊什么都说，关你屁事啊！你理他干什么？但依据法官鉴定，问题确实出现在那根表后线上，跟供电局平日的维护无关，所以黄先生依旧需承担全部责任，赔偿受害家属32万元。而黄先生只能自认倒霉，他的经历也提醒我们，平时还是需要去检查自家表后线的，以防不必要的意外发生。